在今年的抗日3·1运动纪念仪式上，韩国总统尹锡悦一改前任总统们警告日本勿忘历史的惯例，而是大谈韩日友好，甚至否认日本具有军国主义性质，这激怒了不少韩国人。更令韩国人震惊的是，3月6号，韩国政府公布二战劳工问题赔偿方案，方案不要求相关日企直接赔偿，而是由韩国政府辖下的基金会进行第三方代偿。受害劳工等群体批评尹锡悦政府背叛历史。按照这一方案，韩国政府拟由行政安全部下属2014年成立的强制动员受害者基金会，从韩国私人领域筹措自愿捐款，向已经打赢对日索赔官司的15名受害者以及后续其他胜诉受害者支付赔偿。但韩国政府打算以自己出钱来换取与日本和解的做法引爆韩国舆论。6号，数百名韩国受害劳工及家属和市民团体的代表举行抗议集会。사죄하고 전범기업은 배상하라! 有受害劳工代表对媒体表示，韩国政府的做法对待他就像乞丐。 잘못한 사람이 따로 있는지 내가 여러분들한테 동양에서 받기는 싫습니다. 어느 쪽일지 밀을지 오는지 이 한은 저 혼자는 할 수가 없고 여러분들이 조금 노력해서 사죄를 좀 바깥으로 해주시기를 부탁도 드립니다. 韩国主要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批评尹锡悦政府这一方案是投降外交，这是耻辱的一天。该党发言人安豪荣说，犯下战争罪的日本企业毫不费力就得到宽容，日本政府只要重复过去的声明，就得以摆脱一大麻烦。 日本则对这一方案表示欢迎。外务大臣林方正表示，双方关系在2018年韩方裁决以后陷入非常严峻的局面，此方案是促进日韩关系恢复健康的举措。据韩媒报道，作为协商方案的某种交换，韩国希望日本政府取消对韩国关键半导体材料的出口限制。 日方在这些方面是不是和尹锡悦政府相向而行？那么日方真的就是在出口管制上会放松吗？他如果说不给尹锡悦政府相应的回报的话，我相信他这个政策推行不下去。韩国国内这个批评的声音肯定会更大。我们知道尹锡悦政府在国内，支持率呢还是比较低，在经济发展等等很多方面会不会形成一种连锁反应？总而言之，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在发酵。 分析指出，美国印太战略需要将美韩和美日两个双边同盟撮合成美日韩三角同盟。路透社证实，尹锡悦政府出台的代赔方案与美国政府的强力推动有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身边一名消息人士向媒体记者透露，美国政府一直在施压韩日两国，催促双方尽快和解。 韩方和解方案宣布后，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赞日韩两国关系翻开突破性的新篇章。美国的角度呢，他向来希望日韩呢改善双边关系，实现呢他的两个双边同盟的对接，也就1+1大于2。当然，从日本的角度呢，乐见其成，因为在对朝所谓情报的分享上，包括两国的经贸合作上，他也希望得到解决，而且呢，这个解决呢是在他没有 做出任何牺牲、付出任何代价的成本下，所以当然他也愿意看到。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韩国敲定二战时期日本强征韩国劳工问题解决方案，日方表示欢迎，而韩国受害者家属及反对党则批评是投降之举，您如何看？主持人好，韩国政府公布的方案呢，称作第三方代赔，换句话说呢，就是二战时期日本强征韩籍劳工的损失 不是由被告方日本企业赔偿，而是由韩国企业募集的资金来赔偿，成了韩国企业呢赔偿韩国人，而不是日本企业赔偿韩国人。所以呢，日本政府很开心，韩国人愤怒。对日本来说呢，不出钱赔偿就等于抹掉了战争历史，当然表示欢迎了。而对韩国来说呢，尤其是韩国受害者家属而言，这简直呢就是韩国政府主动向日方低头， 是外交的耻辱，也是韩国向日本的投降。所以呢，他们举行示威活动，抗议这个尹锡悦政府提出的赔偿方案。但是呢，日韩政府的这个互动呢活络起来了。韩国政府宣布将暂停针对日本而向世贸组织提出的这个争端解决程序。日本政府呢则回应说，两国将持续多年的进出口抵制措施展开磋商，并且呢，在3月安排这个韩国总统 尹锡悦的访日行程。
我们注意到，韩国宣布第三方代赔方案之后，美国马上声明欢迎这一历史性的宣布。那么，美国为什么如此兴奋呢？美国呢之所以格外兴奋，是这个日韩两个盟国呢终于握手言和，可以有力地推动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稳固美日韩战略构架，共同应对这个朝鲜的核武威慑和中国的崛起。这个日本和韩国呢，都是美国在亚洲的亲密盟友，都是以美国为后盾维护安全。但是呢，由于战争历史，韩国呢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被日本殖民统治35年之久，加上呢这个日本战争历史啊不承认，不认罪，这日韩关系呢始终是疙疙瘩瘩的，历史的敌意呢难以消除。美日美韩呢要做什么事容易达成共识，但是呢日韩之间或者是美日韩三者之间要共同做件事，形成共同的立场就比较困难。但是现在呢，这个韩国呀提出的解决二战时期日本奴役韩籍劳工的赔偿方案，等于呢把历史的旧账了结了，哪怕自己呢吃亏。今后呀，这个日韩合作和美日韩合作就没有历史的包袱和障碍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马上表态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宣布，赞扬这个美国的两个盟友呢有勇气和远见。韩国外长呢更是透出底牌，说呀，这个日韩呢将在外交、经济和安全等所有领域加强合作，创造韩国和日本的新历史。可以预见呢，今后美日韩将更紧密的合作，共同应对朝鲜核武威慑制约中国的影响力。日韩呢已经在印太经济框架上进行合作，今后呢或许还在台湾问题、对华芯片限制等方面追随美国。我们呢需要高度关注美日韩的一举一动。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